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很有名的狗场，老板呢，说白了就是个狗贩子，只要你有钱，什么品种的狗他都能帮你搞到，所以很多发了财的人都喜欢去找他买狗，买那种稀有的种。他怎么搞来的，就不这么能摆在台面上说了。可奇怪的是，他会对每一个到他这里买狗的人详细说明养狗的各种注意事项，并在走的时候补上一句：好好对待他们。所以有些耳根子软的又觉得这老板大概是面冷心善。好看的精品短片悬疑恐怖小故事，一口气看到大结局，每天更新。喜欢评论区扣1，无聊扣2。温馨提醒您，正文开始了。2010年6月25日，端午节刚过，我一个朋友也要买狗，叫上了我，因为我们警局里养着不少警犬，说是我能帮着挑挑。我以为我们会站在一个装修温馨的宠物店，没想到他把我直接带到这家狗场。站在大铁门外，我问裴正，宠物店里的狗你都看不上吗？打听了，就这家能买到。什么种啊？这么稀有？要我说养个中华田园犬得了，费这劲。裴正没回答我，走了进去。那老板叫王铁，听到声响走了出来，看到我和裴正之后也并不上前迎接，而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们走进去，架势拿捏十足。来买狗的？王铁问的直接。裴正递了烟给王铁，被打火机微小的火光一照，王铁脸上的一道疤显得狰狞。这样的人有爱心，相由心生，我可不信。想买什么狗？裴正神秘一笑，听说有钱，在你这里什么狗都能买到。王铁皱了皱眉，似乎并不喜欢这种拐弯抹角的客人，又不想得罪人，耐着性子又问了一遍：纯种的鬼獒有吗？钱不是问题。王铁听完直接被烟呛住了，连咳几声才缓过来。我也一愣，哈士奇、金毛、阿拉斯加这些都不要，一张嘴要什么鬼獒，听着都瘆人。不了解狗就不要买狗，回去吧。裴正不愿无功而返，坚持要王铁说出个1、2、3、4来。鬼獒全国也就那么1、2只，有钱也买不到。裴正点头说，之前每个被他问过的狗贩子都是这么说的。是纯种的吗？你做什么梦呢？王铁解释道，鬼獒就是藏獒和其他狗杂交出来的，偶然搞出来个突变品种，凶猛是凶猛，但依旧是杂交，哪里来的纯血鬼獒？你懂不懂？说到狗，王铁的知识源源不断的往外冒。裴正一听，不仅积极性没打消，态度还立马转变了。铁哥，我也就是想要个好点的鬼獒，纯不纯血无所谓，你看。裴正用手比了个数，这个数怎么样？不怎么样。没有。王铁起身拍拍屁股就走，这次有个大老板要跟人斗狗，必须得赢，就想找个鬼獒，钱都不算事。裴正也不拦着，但嘴上却是挽留。你家3个儿子在上大学，赢了这次斗狗，往后这哥仨的学费、生活费，还有以后娶媳妇钱，就有人全包了。王铁的脚步停下了。王铁最终还是被说服了，谁能跟钱过不去呢？然后他动身去了外省，国内的鬼獒据说青海、甘肃那边有几只。下了火车，坐了3个小时的大巴，王铁来到一个叫天庄狗场的地方。那条因为建狗场而开辟的小路已经变得荒芜，王铁也绕了好几个圈子才找到。拨开挡住视线的最后一片杂草，入眼的却是一片巨大的火灾废墟，坍塌的墙壁被火烤得漆黑一片，框架变形的狗笼散落一地，锈迹斑斑。周围的草木受火灾余烬的恩惠，显得尤为茂盛，几乎遮蔽了所有人类残留的气息。王铁似乎没想到这里已经如此模样，震惊地张大了嘴，双腿麻木地往前迈着。我们为什么能看到这些画面？因为在裴正的坚持下，说担心自己买到假狗，非要跟踪王铁，看他怎么交易的，所以王铁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眼里。我根本不想来，也走不开，但裴正好不容易张回嘴，我特意请了假跟来。我疑惑地看向裴正，他那凝重的面色让我感觉不对劲。还没等我开口询问，裴正已经冲出去，看着天庄狗场漆黑萧索一片，喃喃自语：这怎么回事？王铁被突然出现的裴正吓了一跳。你们怎么跟来的？裴正并不回答他，反问：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着火了？你跟来做什么？裴正低着头，压制住情绪后，缓缓说道：我不放心，你万一拿其他熬骗我，我怎么能判断？我必须得跟来。这着火怎么回事？看不起谁呢？我王铁什么时候卖过假？我看裴正情绪不稳，所以主动上前安慰王铁，劝他理解下我们。伸手不打笑脸人，王铁的话也软了下来。这是我10年前待的狗场地方，培育成功过鬼獒。除了这，我告诉你们，全国你们去找，哪都买不到。裴正突然发问，那现在怎么办？能怎么办？附近打听打听呗。天庄狗场所在的镇不大，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小孩。10年前的田地已经有很多被废弃，杂草丛生，留下的一些则是几个身体硬朗老人闲时打理的。老人家，向您请教个事。王铁递了个根烟给坐在田边的老汉，恭敬有礼地问道：我们想问问当年狗场火灾的事。王铁有些迫不及待：你知道后来狗场搬到哪儿去了吗？老汉瞬间收敛笑容，沉下了脸。什么火灾？什么狗场？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说完就起身回田里继续干活了。不管裴正和王铁再说什么都不予理会，又试着问了其他人，都和那个第一次问的老汉一样，开始态度很好，一听说狗场或是火灾，马上就避而不谈了。这他们到底怎么回事？王铁忍不住爆了粗口，难道10年前我是见了鬼不成？别急，裴正这会儿已经冷静了下来。这么大的火灾，消防局里肯定会有记录的。他那理智探查的样子更加深了我的疑惑，这快当成自己事儿在干了，哪像个光来买只狗的样子。这个镇很小，根本没有什么消防局，平时的防火防盗都是由村上唯一的小派出所负责。我们3人赶到派出所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值班的民警正俯身在写着什么。这派出所环境看着有点可笑，3面墙的墙皮都掉得差不多了，跟我们那正规警局不像同一个世界的似的。听到有人推开门，那民警警觉抬起头。我们3人上前说了下情况，王铁突然试探地问道：老孙？民警一下子看向王铁，靠，王铁！王铁竟然认识这个警察，2人立时变得十分激动。那个警察正是当年天庄狗场保安。王铁，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小子。一阵寒暄后，老孙打电话叫了另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小伙来值班。办好交接班的手续，老孙带着他们去了村子里唯一的饭馆。来来来，今天我请客，不醉不归。老孙热情地招呼他们喝酒。一杯酒下肚，就在裴正思索着怎么问出狗场的事，老孙先问了王铁：我还以为发生了那件意外之后，你再也不会回来了。是啊，王铁感慨地叹了口气，又十分郁闷地指了指裴正：喏，要买鬼獒。哦。老孙愣了一下，仔细瞅了一眼裴正：那獒凶猛，你们买来做什么？逗狗，就为找乐子。我告诉你，那獒可咬死过人。老孙说完这句，王铁就来了劲，也不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怎么想的。我同乡就是被鬼獒咬死的。那时候我和同乡出来打工，狗场老板正好招人，薪酬不低，我们就去了。但是我宁愿我从来都没去过。说到这儿，王铁似乎沉浸在往事之中，愤怒、后悔、悲伤一一在他身边环绕。裴正眼神闪了闪，催促道：为什么？王铁没出声，裴正进一步询问：是死在大火中吗？王铁摇摇头：不是，是一次意外。我和同乡在狗场里是负责喂狗的，我喂的是一般的田园犬，普通品种的狗。王光强喂的是藏獒和杂交出来的小鬼獒，还有不知道什么獒。田园犬喂的都是村里收集的剩菜剩饭，而王光强那边喂的基本上顿顿有肉。而这肉，王铁顿了顿，似乎难以说出口，就是田园犬的肉。老孙接口道：那时候钱不够用，老板觉得交配完产下鬼獒的田园犬养了也是浪费，卖不了多少钱，加上猪肉贵得要死，就想到这样一个办法，这不是就让他们吃自己父母吗？
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直到有一次我同乡病了，我代替他去喂肉，才知道那些被套走的田园犬的去向。王铁闭了闭眼睛，那血腥的一幕正在他面前挥之不去，颤抖着说，被狗套住脖子，拖到荒无人烟的山林里，用木棍对着鼻子敲下去，连敲个10次左右，狗就不行了。我记得你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下不了手，反而把那条狗当祖宗似的养着。我当然下不了手。王铁吁出一口气，那些小狗都是我喂养的。阿福，我第一棍敲下去的时候，阿福完全没有挣扎，就那么看着我，摇着尾巴，像个孩子，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事，为什么会被打。那些狗何其无辜，我实在下不去手，就跟裴老大要了阿福。裴老大就是我们狗场老板，他倒是很大方的就给了，后来也再没有让我去喂过肉。但之后我同乡再去喂狗的时候，被最大的那只鬼獒扑了，嗓子一下被那獒咬住了，没有多久就死了。王铁又是狠狠灌了一杯，这些事日日夜夜纠缠着他，就算是跑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也毫无用处。之后那只鬼獒又向我扑过来，王铁抬手比了比自己脸上的那道疤痕，这就是那个时候被抓到的伤口。当时我觉得死定了，如果不是阿福从我身边冲上去挡了几分钟，我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那只鬼獒被老孙一枪干晕了，但是老乡和阿福却都没有救了。老孙点了点头，我以前是个猎户，后来到狗场做了保安。那天狗冲向王铁的时候，我就在不远处，手里也拿着猎枪，但是就在我要射击的时候，被老板拦下了，硬是让人回屋里拿了麻醉枪给我。他说狗命比人命贵。王铁一脸痛苦，如果不是犹豫，我同乡怎么会死？裴正越听眉头越皱得紧，而我也摸到了问题的关键。裴老大也姓裴。老孙感慨地摇摇头，我回去和老板吵了一架，结果他丢了一叠钱让我滚，我就和王铁一起离开了狗场。我后来当了民警。他看了眼王铁，咱俩也就再也没见过了。那火灾是怎么回事？裴正神情有些急切。老孙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继续解释，火灾是7年前的事了。那天后山的火铺天盖地，染红了半边天。你也知道，山林大火是很难扑灭的，尤其是村子里也没有什么灭火的工具，只能挖了一圈隔离带。等火烧干净了，狗场也就报废了。那你们老板呢？裴正咬着下唇，好使自己的声音不是那么颤抖。奇就奇在这儿，一共在火场找到5具尸体，都是狗场的员工，被闻讯赶来的亲属领走了。老板就这样消失了。那场火灾是天灾还是人祸，到现在也没个定论。但自那之后，后山就开始闹鬼。闹鬼？我和裴正面面相觑，再联想到这2天问的附近村民的反应，恐怕这背后真有一些故事。是真的，火灾过后，因为老板失踪了，村子里组成了搜救队，都是爬山的好手，结果每天回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村长赶紧就到市里报了警，赶来的搜救队带着警犬进山，结果你猜怎么着？也失踪了。王铁惊疑道。那倒没有，老孙说道，但是也没搜到人。听说那些警犬搜到一半，就像见了鬼似的趴在地上，这么催都不肯前进。后来后山就没人敢去了。传说是那死了的5个人化成了厉鬼，把进山的人抓走了。老板的失踪虽然被怀疑是为了躲避着火的赔偿，但是也不排除已经死在了大山里。此时裴正的脸色已经无比凝重了。老孙看着裴正，眼神里透露着民警常常有着的洞察和敏锐，突然问，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啊？裴正哑言。老孙没有继续追问，而是提起了另外的事情。王铁，当年老板还把他要寄给弟弟的东西放在我这儿了，但是寄出去后又查无此人退了回来，我就把东西留在了老房子里。
你那儿有他那个弟弟的消息吗？有的话，你帮我把东西寄过去吧。王铁一脸莫名其妙，我怎么会知道？此时低着头的裴正终于开口，我哥给我的东西在哪里？裴正并不是来买狗的，他是来找哥哥的。他的哥哥裴峰，也就是王铁口中的裴老大，7年前失踪了，兄弟2人是孤儿，被不同家领养了。裴正很幸运，赶上了个好家庭，但裴峰就没这么幸运了，跟养父母关系并不好，后来离家出走了。裴正成年后，突然有一天收到了一笔钱，正好是他读大学要用的所有钱，是裴峰寄来的。当时裴正只是隐约知道哥哥是做养狗场的生意，卖全国独一份的鬼螯，兄弟2人就这样一直有联系。裴峰虽然不大和裴正见面，但作为一个哥哥，他做得很像样，所以裴峰失踪后，警方在当地找了很久都没个结果，就报了死亡。只有裴正一直放不下，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辗转于各路狗贩子之间，试图找出能够买到鬼螯的地方，直到他查到了王铁。一开始骗我说因为买狗就是担心我像身边人一样，劝他放弃。晚上在旅馆，裴正紧紧攥着拳头，消化着刚刚听到的信息。你说我哥他真是那样的人吗？裴正不相信自己那个供自己上大学的哥哥，那个告诉他读书改变命运的哥哥会变得这样唯利是图。我不确定，甚至感觉很异样。这么残忍的裴峰却对裴正这个弟弟如此负责，简直是个矛盾体。可种种迹象似乎又都表明他就是这样的人。转天，我们又和王铁一起去了派出所找老孙。小裴啊，我这么叫你没事吧？老孙先开口，什么时候有空跟我回去看看你哥哥给你寄的东西，没准能找到点线索。我心念一动，觉得哪里奇怪，问道，你有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吗？没有。老孙拍了拍桌子，人家给弟弟的，我看什么？这点我倒可以作证，老孙不是那样的人。王铁在一旁帮腔，包裹上的地址是什么？怎么退回了？裴正又问道。都7年过去了，我怎么会记得？老孙显得很不高兴。裴正看着老孙，我还是想先上山找找看。老孙无奈摇摇头，山上挺危险，之前搜也没搜到什么。但裴正很坚持，好不容易来了这儿，东西我们晚点去，山上危险，我们都清楚，所以根本没人愿意陪裴正去。可裴正掏出几沓100元钞票，说让王铁做向导，王铁还是没忍住点头答应了。而我拒绝了裴正，我有家有业，才不去冒险，拉着老孙守在这里。当夜，我和裴峰在宾馆里，发现王铁也没睡着，在阳台上抽着烟，稀疏的月光穿过窗口的纱网，打在脸上，睡意全无。我坐起来，索性聊起了天。你同乡死的时候，裴峰有赔钱吗？当然有，这算是工伤吧，赔了2万，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大了。王铁肯定道，神情甚至有些骄傲，而且给得很痛快，所以我也没法说什么，只能怪我那同乡命不好。这又让我觉得很矛盾。那只鬼螯最后去哪里了？那么值钱，靠，我也想知道这个。现在一只外面叫到几百万，能找到的话配个种，能卖出去一只，我这辈子都不愁了。我顺着王铁的话，是呀。王铁抽着烟，开始推测，是不是裴老大当时合伙人带走了？这狗场当时还有个老板，裴老大占大头，还有一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还有个人，裴正一个翻身躲过月光，将脸埋在一片黑暗之中。第二天，王铁向隔壁的大爷借了2把镰刀，一把铲子，装好干粮和水，整理好山上的背包的时候，裴正还是没醒。王铁忍不住叫醒他，这都9点了，再不上山天就大热了。裴正翻了个身，昨晚没睡好，明天再去。我也疑惑着，心急火燎的来找哥哥，结果因为没睡好要耽误1天。但我没有问出口，因为裴正从不是因为这种小事耽误正事的人。嘿，你们城里人真是……王铁摇头叹气。隔天，裴正倒是没有再整出什么事来，
痛快的就上山了。我和老孙目送他俩离开，王铁分了一把镰刀给裴正防身，顺着前天走过的路又来到了那片废墟。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随便看看吧。裴正点点头，绕着狗场走了一圈，时不时蹲下翻动些什么，而王铁则拿了铲子在原先是员工宿舍的地方挖了起来。一个下午过去，也就只找到一些被融化变形的铁器，除了证明当年的火势之大，并没有什么用处。看着天色慢慢擦黑，王铁一拍脑袋，我知道什么地方会有线索了。哪里？裴正回头问道。当初那个杀狗的地方，狗鼻子灵得很，在那儿死了那么多狗，肯定能够闻得出来，所以那些警犬才会不肯前进。那还等什么？前面带路。裴正说道。王铁领着裴正往丛林深处走去。天色渐晚，两人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继续前进。就是那儿了。王铁抬手指向前方，裴正的手电筒顺着那方向照了过去，只见草丛后面有道黑影，像是被光线所惊动，飞速向远方跑去。站住！你是谁？裴正打着手电追了过去。黑影很矮，但跑得很快。然而每当裴正就要追丢的时候，黑影就会停下来等待。3、4次之后，裴正也明白黑影大概是要引他去哪个地方，于是也不再当心跟丢了。裴正放慢了脚步，同时回头看了看王铁。背后的来路一片漆黑，用手电一照，只有一片荒草因为刚刚裴正的跑动而摇摆不定。王铁！裴正大声的叫唤，然而四周寂静，毫无回音。王铁跟丢了。一路走走停停，裴正被黑影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旁，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黑影主动钻到了光线下。裴正第一次看清了黑影，那是一条全身漆黑的大藏獒，蓬松的毛发围绕在脑边，犹如一只暗夜里的雄狮。藏獒逆着光盯了裴正一会儿，缓缓摇起了尾巴。船长！裴正惊讶地喊出了藏獒的名字。是船长，是那只哥哥从小养到大的藏獒。之前哥哥跟他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2次见过船长，快10年没见，他居然还能认得出他。你是带我来找我哥的吗？藏獒低低叫了2声，率先钻进了洞里。裴正不再犹豫，用镰刀砍断洞口的藤蔓，也钻了进去。山洞很深，一股呛鼻的腐烂味迎面扑来。裴正屏住了呼吸，跟着藏獒向里走去。山间昼夜温差本就有些大，但是这常年不见天日的洞穴竟比外面的温度还要低得多。裴正小心翼翼地向里走去，越向前温度越低，从夏天走到了冬天，竟只用了区区10几步路。用手搓了搓快冻僵的胳膊，裴正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腐烂的气息越来越重，终于在拐过一个弯之后，裴正见到了气味的源头。那是一具干尸，在低温的保护下并没有完全腐烂，但水分不可避免地流失殆尽。饶是心里有所准备，在看清干尸面目的那一刻，裴正还是不由自主地瘫坐在地。哥。裴峰的双眼已经腐蚀，留下2个空洞，在干瘪的脸上显得异常狰狞。手电咚的一声从手中滑落，砸到地上，滚了几滚后，光束正照在尸体的胸前衣服上一个明显的小洞上。裴正凑了过去，颤抖的手顺着小洞从胸前的骨头里抠出1枚子弹。哪里是失踪，这是谋杀。漆黑的洞穴里传来脚步声，裴正捡起手电，看向声音的来处。老孙兀自站在洞穴的拐角处，看不清脸上的表情是喜是怒，只能瞅见黝黑的枪口正对着裴正，在山洞里唯一的光源下闪烁着寒光。是你！裴正眯着眼，平静的话语下充满了怒气。不错不错，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的东西，你们居然1天就找到了，真让人无奈啊。说着无奈，语气却是难以掩饰的得意。话音刚落，老孙突然抬手一枪打在突然扑出来的黑影上。知道你这畜生居然还没死，你以为同样的错误我会犯2次吗？船长！裴正喊了一声，地上的狗一动不动，没了声息。哼，这畜生早就该死了，不然也不会让你哥和鬼獒跑掉。老孙将枪口重新对准裴正，老老实实的帮我个小忙，不然下一个就是你。你为什么要杀我哥？火是你放的，
还有一个合资人是谁？我哥给我的包裹里有什么？裴正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老孙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告诉你也没关系，另一个合资人就是我。谁让你哥在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找个借口把我甩了，自己单干。他不仁，我不义，就是这个道理。原本我只是想把他抓起来，问出杂交出鬼獒的方法，结果一不注意，被你哥养的畜生撞开笼子，咬断了绑人的绳索救人。你怕我看到我哥跑走，就开枪了？裴正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不跑，我就不会开枪，他不就死不了？老孙毫不愧疚地说。那狗场的火呢？我放的，留的痕迹太多，一把火烧了干净。裴正觉得不可思议，为了掩盖拘禁的罪行，老孙竟然不管其他人，直接放火。那可是5条人命，那是他们自己睡得太死，没有跑出去，与我何干？裴正听着这轻描淡写的回答，只觉得洞内的寒气又冷了3分。老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揉成一团丢在了裴正的脚边。你哥哥就给你留下了一封信，这是复印件，你乖乖的把它译出来，我们就什么话都好说。要是耍什么花样，这只狗就是你的下场。裴正摊开纸张，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一串串数字，抬头反问老孙：你觉得这是什么？都跟你说了，别耍花样。我知道这是鬼獒杂交的方法，信是写给你的，你肯定能够看懂。老孙威胁的挥了挥枪。老孙自以为自己的局天衣无缝，这荒郊野岭四下无人，谁也不会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所以当被遭受后突如其来的一记闷棍的时候，老孙毫无防备的就这么晕过去了。你终于来了。裴正长出了一口气。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没好气的哼了一声。明知道有危险，还非要拿自己做诱饵，不知道对方有枪啊。裴正从口袋里掏出小型录音机答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什么证据了，这是最快的办法。我哥果然不在了。原来那天晚上我觉得有疑点的地方，裴正也觉得不对劲，所以转天不动声色的多停留了1天，好给自己一个准备的时间。录音机就是昨天偷偷去买的。裴正在已经咽气的藏獒的身边蹲下，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船长，苦了你了，睡吧。他无法想象一只一直跟在哥哥身边的狗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守护在裴峰的身边。3天后，裴正将哥哥裴峰葬在了狗场的废墟上，旁边稍小一些的坟墓里葬着船长。墓前的火盆里，一张张纸钱被火焰吞噬，化为灰烬飘荡在四周。这是从老孙家搜出来的，你哥哥的给你的信。我拿着信封递给正在烧纸钱的裴正，白色的信封由于时间的洗礼泛着淡淡的黄。不是说在他老房子吗？旁边的王铁疑惑问道。你以为他的话能信吗？据他招供，原本是打算以此为借口，把你们骗去偏远一点的地方，再实施绑架的。我看着他问道。王铁站在一旁默然无语，似乎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印象中为人正直的老孙居然是个杀人犯。对了，那些失踪的村民也找到了，初步鉴定是被狗咬死的，我认为应该就是那只跑掉的鬼獒。我说着话，裴正就把信封随手丢进了火盆。你疯了！王铁目瞪口呆。你知道一条鬼獒现在多少钱吗？裴正看着信封化为灰烬，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不管价值多少，鬼獒这种生物就不应该出现。当年在狗场培育一只鬼獒费时费力费钱，老孙提议节约成本，把那些无用的田园犬剁碎了给藏獒和小鬼獒吃，反正田园犬有的是。裴峰本来不同意，但是实在扛不住流水一样的花销，最后也半推半就同意了。可是当藏獒攻击了王铁那个同乡后，裴峰决定不再做鬼獒的生意了，不再做对不起狗的事儿了，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孙提了，打算停了狗场，让自己别再作孽。却没想到老孙以为裴峰是因为看小鬼獒幼崽一天天长大了，为了独吞收益想甩掉他，所以才扯谎说要停掉狗场，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王铁点点头，好奇地问道，既然都烧了，那不如说说那个密码怎么看？
裴正意味不明地笑了笑，就是79年版的新华字典，第一个数字组是页数，第二个数字组是行数，第三个数字组是列，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但不知道的人确实破译不了。老孙被抓之后，我和裴正回到了小宾馆，王铁正拿着不知道哪里借来的字典，对着翻译出来的信件一脸震惊。裴正走过去扫了一眼，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拍了拍王铁的肩膀。我觉得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蠢了一点，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加密的信就一定是杂交鬼熬的方法，就不能是普通的家信。我和我哥从来都是这么通信的，当时他想让我多看书，就以这种方式让我多翻字典。老孙被钱迷了心窍，见了加密的信就往那方向想。我没想到老孙是个杀人犯，他的话你都信。王铁张了张嘴，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裴正打断了。我知道你想说，当初是他开枪救了你，可我觉得他当时瞄准的可能不是鬼熬，而是你。王铁眼睛突然瞪大，被裴正的话吓到了。他能为了钱害死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为了钱杀了你？如果当初你也死了，那么那笔你和王光强的赔偿金就都可以省了。裴正在看着一脸灰败的王铁，我那哥哥无意间救了你一命啊。别说了，王铁一脸懊悔，是我对不起你。那天老孙和我说了信的事，让我把天黑的时候你引到当初杀狗的地方，然后找个机会下山。杂交鬼熬方法获得的钱，我们一人一半。裴老大当初那么对我，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些怨气，经不住劝说就答应了。看来你良心未泯啊，我还以为你会死不认账。我拍着王铁肩膀说，我跟警局同志花了好些功夫才让老孙招了，你跟老孙的密谋老孙都录了下来，就算他得到了杂交鬼熬的方法，也没有你的份。你想要他就会拿录音威胁你。我拿出一个录音器开始播放，王铁就听见了他和老孙密谋绑架裴正的对话，一字不漏。被警察带走的时候，王铁露出了苦笑，嘴里喵念着，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竟被骗了这么多年。事情了结之后，我俩坐在了回家的火车上。到了家，裴正掏出了那本应该被烧毁的信封，从里面取出信件，用一瓶蓝色的药水浸泡之后，另一组数字渐渐显出颜色。这小子